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王志胜。大家晚安。好，那离罢免大投票剩下17天，当然那个包括国内、包括国际之间也都发生非常多的事情。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川普会不会就已经因为今天说还要再公布7个国家嘛，那不知道会不会把台湾列在这一波？那大家都知道关税到底谈得怎么样，那个数字多少，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整体国内的政治氛围？甚至会有人直接联想到那个数字的高低会不会跟7月26号投票这个氛围有关系？因为它跟国际民生跟大家经济确实会有一些联动性。好，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包括最近的一些不管是台风的一些问题啦，或是所有这些社会上发生一些的社会案件，那会不会也跟整体的氛围会有影响？好，那如果讲到这些，包括各自，包括蓝白之间，包括绿营跟霸盟之间，所有大家是怎么样能够把所有的热情全部都吹出来？现在已经纷纷开始在做，当然包括不管是学者啦或各方面媒体，大家都会在做估票的一个动作。来，创下第一个，大家有人在讲这次大罢免，不管罢团出来说要罢的，那中间第二阶段31-0，但是真的要到第3阶、第4阶才知道结果嘛？如果真的这样来看的话，有人说什么叫大成功，什么叫大失败，什么叫做持平，这些真的看得出来什么样的数字可以表现出来？还剩2个礼拜多，就是最后的那个总决战了。总决战是我们到时候这段时间都喊一句话嘛，大罢免、大成功，然后大家都会喊，对不对？但是到底什么叫成功？这个战争战役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然后有个定义嘛。然后当然现在呢，就小笠原教授，就是这几年都还蛮神准的，他就出来讲话了。出来讲话认为说，民进党要胜利，赖清德要胜利，是要罢免整个国民党10席以上，才能够叫成功。所以这个他说第3阶10席，因为到第4阶才有可能补到6席，对，那个几率比较大。那因为什么6席这么关键呢？因为6席就是因为如果国会结构这个被现在认为是罢免方认为的亲中的这个国会结构，你要改变它，让民进党好做事，你当然要让民进党过半嘛。那过半就是要加6席，至少57，57才能够没有受到这1年多被亲中力量所影响到的各种干扰。所以就是6。那6的话呢，所以它就是算10席。那10席之后，因为后面有个补选，当然有个气势。那你如果只有6席，那你根本后面的风险，第4阶段，尤其是这一次罢免的一个状况里面，基本上浊水溪以北最多，然后浊水溪以北都是国民党比较占传统优势的地方。那你要再补选下去，你民進黨如果没办法在补选的时候有拿到，如果只有6席。你民进党最后还是少数，所以5席以上、5席以下，民进党都算失败。然后最后的状况，而且比如说，如果5席以下，当然还有823，还有几个人再继续补选嘛。可是那个时候的气势和氛围，你认为说那个时候会全部总动员，然后让民进党过关吗？你要知道说，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个分析？当然也讲了核心关键。就是国民党投票的一个动力嘛，国民党的选民到底愿不愿意出来？是，但是如果说真的在726的时候是低于5席，那民进党的支持者这一次一直都是显性选民，所以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如果非常强的，你说到了那个已经是这么全面的动力之下，如果还败，如果没有过5席，你说接下来。那些823，要823，那几席是当时在第2阶段联署非常艰困的，对，还是补件然后才过的那个结构更困难了，而且那时候又配合到有所谓公投，所以那个全部的动员下去的力量恐怕就不容易。那但是就回来了，那国民党现在呢，到底有没有机会刺激起他们选民的一个意志呢？那坦白讲，我们看这个氛围，其实小笠原也去分析了嘛。国民党让这几年走下坡，这个一段时间的整个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在各种民调里面普遍的是低于2成，然后民众党因为柯文哲的状况也低于2成，但是他后面去算，如果民众党加国民党的选民结构
其实还是伯仲之间，而中间选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是在扩大的，38.2%到40%左右。而目前为止，中间选民呢，相对的对于这个罢免或不罢免，相对的从各种资讯来看，相对的比较是观望，所以他们更没有这个强烈的动力，所以最后还是蓝白板块加上绿金板块的一个动员。而这个蓝白板块里面呢，就回到对赖清德或对这个政府的一个支持度，赖清德是高于他的选票40%，一直有10%左右，所以对他的满意度、信誉度还好。但是你也看到，从大罢免开始，加上川普的关税，对于未来的很多不确定感，对于政府行政权的要求，看起来也开始有点走下滑，因为不确定嘛。那不确定就在走这个罢免，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造成整个蓝白的选民倾巢而出，然后跟绿军的选民也倾巢而出，而且是在氛围上真的有一点点，就是蓝军选民开始有往上扬，而绿军选民里面90%，都讨厌赖清德。那现在蓝军还是绿军？不，白军哦，白军90%，所以黄国昌抓到这个机会也下了一个动员令，然后但是白军选民到底有多少的票在空气中？可是对于蓝军选民，对于像原之这些人来讲，那个是一个浮木啊，那个所以就紧密结合，所以在一结合之下，真的就是一个五五坡之决。所以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还不要忘了一个门槛，25%。如果你没有办法，因为25%不是得票率哦，是公民数的25%，换上去是整个，也许那天的得票率要30几。如果投票率都一般来讲4%到5%之间的话，那其实根本来讲，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选举。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大家在算这些比例的话，那当然要依照的就是各政党之间的动员，包括整体社会的氛围，大概都会开始做一些的修正。可是这个修正，你可以想象，对于绿营对于罢团来讲的话，会希望把2阶段31-0的气势能够一路延伸下去，包括看到护台大绕境。当然这2天因为台风一些的关系，为了安全起见，那中间有中断了一些时间。然后接下来呢，看到整个大绕境会整个绕台湾300多公里。那目的当然就是说，为什么要从南部开始走？当然当时在节目大家也讨论过，要把那个气势一路往下延烧下去。为什么选花莲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对蓝白阵营来说的话，蓝白阵营怎么样？最近不管是利用活动的方式，利用一些小型的集会，甚或大型的活动，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广告文宣的方式，希望能够把所谓的蓝营在每一次民调里面那比较低一点的表态率，希望全部都把它吹出来。谁能够在7月26把所有支持者热情吹到最高？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有播过罢团，因为大家知道这次罢团过程当中，那个民间的创意真的无穷，他们推出了很多的广告啦，或是一些像那些术语什么大成功啦、会成功啦，类似这些。那在很多的不管是选战的过程，大家都觉得视为一些的经典。我们也播过罢团一些的广告。看来国民党在剩下17天的时候，整体来看，整个绝地大反攻，包括很多的地方，在每一个假日的时候，所有的大咖全部都云集去吹选票以外，他们也推出了广告。这个广告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伯恩先看一下这个广告，因为你等一下看你就会知道他们接下来蓝营主诉求会是什么。来，上一个人捞完就走了。不好意思，换我坐庄了。东风8万，吃啊！你不能吃健康的牌，吃你不能吃我的牌耶！到底会不会啊？你们的牌有杂质，用我的吧。好，我刚刚前面就讲，因为我们前面播过罢团一些的广告，那蓝营推出了这个广告，那伯恩不看也知道那些用字遣词，讲白话文了，就是蓝营最近大概剩下17天要吹的主轴就是选输就翻桌，是这个意思。其实我看那个广告，我是有点嗤之以鼻的。我觉得国民党其实很容易健忘，他不要忘了谁翻桌哈。这个罢免本来就是民主制度的一环，好，那我觉得每个人尊重这样程序去走，我觉得就是建立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那你至于说，谁选赢就翻桌，过去罢免的例子不是说公民团体或民进党推动才有罢免过去陈3Q 就是常常上我们节目的这个
陈柏惟，陈柏惟是被谁罢的？就是国民党罢的啊。严宽恒下去罢啊，徐巧芯也下去罢，罢完之后，那时候朱立伦是他们的国民党党主席，他说什么？罢掉这个陈柏惟是台湾民主的大胜利。哦，你罢掉人家就是台湾民主的胜利，现在换别人要罢你，就说什么别人要翻桌，这标准不一样嘛。不止3Q 而已，以桃园市议员王浩宇也被罢啊，对不对？以前黄捷现任的立委过去当高雄市议员的时候，他也被罢啊，对不对？还有谁？还有林长佐，以前的这个万华的这个立委，他也被罢过。好，不管有没有成功，这就是民主的一环。所以不要双重标准。你罢人家，我看在场对面的这个叶元之委员，过去在罢陈3Q的时候，他还录一支影片，手足舞蹈，罢免多好，罢免3Q。请问？那一支影片现在为什么不拿出来放？国民党应该结合这支影片凑在一起，让大家看看国民党是怎么样的双重标准，言行不一样。OK， 来元之，接下来你们的主轴会是摆在这个地方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品啊，那应该不会是我们主轴啦。那主轴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主轴大概应该就是不同意赖清德吧。就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啦、执政党啦、总统带头去罢免国会议员的，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状况啊，新北市如果侯友宜市长带头去罢免民进党的议员，能看吗？这就不想被监督啊，就是不要制衡，要一党独大啊。如果侯友宜市长带头去罢免民进党的议员，能看吗？这就不想被监督啊，就是不要制衡，要一党独大啊。那就是选输就翻桌啊。对，但是那是一个比较小品嘛。是赖清德。他们现在讲的所有抗中保台的论述，2024年赖清德没有讲嘛，也都有讲嘛。但是现在台湾人已经不吃这一套，就是没有证据情况之下，一直抹红人家，说人家是中共代言人。现在讲更夸张，直接骂人家是共匪。就说。讲这个论述，台湾多数人其实不认同，因为不认同，所以2024年赖清德才拿40%选票。那现在要用同一套论述搞罢免，当然他们盘算就是说，反正只要这40%的人可能有比较高的投票率，然后反罢的人投票率没有那么高，就可以搞罢免嘛。就是其实他的盘算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关键是说，大家认不认同一个总统可以这样子去罢免国会议员嘛？那当然，有些各地的状况，比如说陈柏惟那个是那一区的状况嘛。现在是整个总统去罢免整个国会议员，现在整个格局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要讲各区的话，那时候韩国瑜当市长的时候 ，We Care 不是也是帮陈其迈去罢免韩国瑜吗？讲这种各地的讲不完的啦。但是国家体制是可以这样子吗？而且现在民进党是要搞政治清洗耶。柯建铭直接讲说，大罢免如果没有过的话，要国民党的人他们要用刑法100条来办我们呢。刑法100条是以前民进党很多民主前辈很反对，要求要废掉的刑法100条。结果现在柯建铭说，没关系，你们就算没有罢掉，我们还是可以用司法办理。好了，虽然民进党有出来否认柯建铭的话，但是以前柯建铭讲中非常多的事情嘛，比如说。他说赖清德会在大罢免前粉墨登场，我问一下有没有登场？有啊，赖团结十讲不就登场了吗？还有那个柯建铭很成功的准确的预测7月26号投票跟8月23号投票，有人会说啊他是推估的，但推估的第一个就推那么准，第二个罢团可以在中选会还没公布7月26号投票之前，广告都已经做好，他就不怕有一个闪失哦。所以柯建铭讲这个话非常有可能就是民进党未来的做法嘛，这就是要全面监督在野党，要让台湾没有制衡的力量，要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觉得是很恐怖的，因为以前民主国家是说大家每一个人的言论互相包容嘛，也许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我也尊重你嘛。那少数服从多数，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跟民进党不一样，打掉杂质。
这是民主社会吗？袁志刚讲来，我这个谢谢武哥哈，我很忍耐的听他这边鬼扯半天了。第一个我必须先讲，你才鬼扯，讲话不要用人身攻击。骂共匪的是谁？骂共匪的是谁？你就鬼扯嘛！我现在就讲嘛，你才鬼扯啊！赖清德有讲过共匪吗？赖清德有说赖清德说的吗？好，那你说我们哪一个？我刚刚说哪一个人骂你共匪？哪一个人骂你共匪？曹兴诚没有吗？曹兴诚不是民进党的人啊！曹兴诚不是你们人吗？曹兴诚跟赖清德开会还要演哦！你看这个就是到现在还要演哦！这个就是民进党就是为了看不起，就是敢做不敢当啦！燕之，你不要狗急跳墙，没有狗急跳墙啦！我告诉你，在我内区搞罢免不不就是你吗？不就是你吗？我告诉你，你的徒弟议员有没有搞罢免？谁自己在淡水选输了，要回到板桥就叫议员搞罢免？为了个人的狼子野心在搞罢免。我先问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骂共匪2个字？第一个，你刚刚讲曹兴诚，曹兴诚不是民进党员，跟你们一起的。曹兴诚他甚至还讲说，这次罢免的这个总召是傅崐萁，因为是傅崐萁带动这种激怒所有人民的愤怒。第二个。骂的是谁？骂的是夜霸，这2个都不是民进党员，所以我刚刚讲他鬼扯是刚好而已啊。好，第一个，第二个，我提醒大家，这次的罢免不是说罢完就是什么民进党，这个民进党就是都民进党当选，不是啊，这种是毫无民主常识的说法。这次3阶罢完之后补选，是各个党派，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只要你合乎中华民国选罢法规定的人，都有资格参选。所以。民进党可能会推人，国民党可能会推人，公民团体也有可能会推人啊。这个部分到底最后到底是56加几席？这个部分是一个民主社会共同投票的决定。请问这个跟独裁有什么关系？这个跟赖清德独裁有什么关系？国民党现在整天在骂赖清德独裁，国民党每天骂说这是专制独裁，我们要回去过去党独大。好，要讲这个部分呢，我跟大家讲啊。过去国民党那才真叫，我们以前在立法院多数的时候，武哥你可以回想一下，以前蔡英文时代我们多数执政的时候，国民党这个一样啊，那个预算案为了要搞你啊，提个2、3千案、1、2千案都有，然后呢，里面那个数字调整一下，里面那个荒腔走板的东西一大堆，我们也陪着他们就一个一个按照正常程序表决，记名表决，每个人都要负责任。他们现在不是啊，他们现在在立法院是乱搞到什么地步？连要表决的时候，那个修正动议很多立委都不知道，国民党就举手表决，连谁表决谁赞成谁反对都搞不清楚，连票数都算错，立法院被恶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说我们的标准也不是说什么要罢掉谁或怎么样，我们只希望国会正常化。我举例来讲，很多台北的地方或者新北的地方，未来叶元之被罢掉或等等。选出来的或者是新增加的人，不见得都是民进党的人，有可能是其他的团体或者其他的公民，也有可能坦白讲，像徐小清那区，也有可能是国民党他们觉得说更值得代表国民党的人出来，或者大安区更值得代表国民党的人出来当立委，谁说一定就是民进党？台湾还要透过民主选举制度，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心慌。狗急跳墙乱咬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事。不是啊，我觉得何伯文可能真的很想当立委啦，所以一直攻击我啦。他的徒弟在板桥，你不用在那边讲这些，我从来没有对你针对你个人去。你的徒弟黄叉叉啦，怎么造谣，怎么在地方抹黑，你很清楚啦。造谣你去告他，如果有造谣你去告他。造谣我啦，你现在就是他有没有在地方说？可能何伯文要回来选立委，所以要罢免叶元之，有没有嘛？你不用去鬼扯这个事情，有没有嘛？我从我嘴巴，我告诉你，有没有嘛？叶元之敢做不敢当啦，叶元之，然后一直人身攻击，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政论节目上面，叶元之意见不一样 ，OK 啦。但是一直人身攻击，骂人家是狗啦，说什么鬼扯啦，我没有骂你是狗，这就是没有风度。我什么时候骂你是狗？你刚刚说什么狗急跳墙啊，什么狗？那是形容词啊，我拜托你。哎呀，这种没有风度，说人家鬼扯，就像我也忍受你鬼扯，但我不会说你鬼扯啦。我觉得燕之你对自己，我觉得讲话不用让人身攻击啦。第二个啦，第一个回一句话，他刚刚讲我所有事情全部都是人身攻击，而且通通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我必须讲，那你就不要燕子，我如果真的要针对你的话，我告诉你，我就直接回去每天跟你拼了啊！哎呀，你的徒弟就是这样子啊！
什么我的土地到处在弄啊，那是黄淑君议员，对啊，人家是议员，连我在公祭的时候都跑来挑衅我，还偷录音。我告诉你，他不在场，为了你吗？他不在场，他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我认为他这样的说法非常过分。第一个，一点都不过分。黄淑君议员不在场，他这样子片面不断的去攻击他，我认为这是非常过分的事情。第二个，他对我所有的指控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我真的是有心一开始我要跟叶元之拼的话，我就直接辞掉党职，我就回去跟他拼的。我相信，我不敢说他一定输我或怎么样，但是我认为。绝对实力伯仲之间 ，OK， 人也不用太臭屁，所以我认为叶元之，你今天讲的所有的话，都表示你内心非常心虚。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解方，叶元之，你要如何躲过这次最危险的这个状况？很简单，因为啊，你前几天有跑去一个我的支持者，我去那边吃牛肉面啊，他跟我讲说，叶元之有来呢，我叫我支持，我讲不要紧啊来啊，大家拜访，大家都尊重哈。我跟那个老板说，那都没关系哈。那老板怎么跟我讲，你知道吗？那老板说哈，我告诉你啦，我跟他讲只有一个条件啦，我就觉得哇，这个是高手在民间，你知道吗？他说叶元之如果要躲过这次的大罢免，只有一个方式，很可能让他可以躲过啦，就是他非常有诚意的开一个记者会，公开或者要求主理人道歉。道歉什么？道歉为什么这一次集体性的违法联署、死亡联署？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这么多严重的违法联署，他一句道歉都没有。叶元之如果愿意为这个道歉，然后说这个朱立伦也要为这件事情道歉，他觉得他可以考虑要不要支持他。这个是解方哦，这个不是我随便乱讲的。我相信叶元之你心里也很清楚。一个在弄我的人，然后还是给我解方，真的是让我很惊讶了哈。但是我刚刚讲说这个政治清洗不是只有大罢免嘛，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是柯建铭嘛，柯建铭在呛说。就算国民党立委没有被罢免成功，还是要用刑法100条来办你们嘛，就是把你弄到底嘛，就是用司法啊。那刑法100条这个是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搞政敌的啊。以前民进党很多过去的确实国民党在威权时代也有做过很多这样子的政治动作，现在大家都检讨，大家都反省，结果现在台湾民主走到今天，民进党又要用刑法100条来对付政体，这是一种政治清洗，先用罢免，再用司法。这个不是要搞一党专政，什么是一党专政？OK， 很清楚啊。我只要回去啊，来用所谓的政治清洗，用清洗这种字眼，只有过去例如说纳粹对待这个犹太人会用这种方式。那个是极端不人道、极端残忍、极端夸张的事情。好，他竟然用政治清洗来形容现在的总统跟现在的政治环境。我跟大家讲，如果台湾是一个政治清洗的环境，容不得你叶元之今天在这边骂赖清德骂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已经不用再多做解释。那我也希望台湾的民主是大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一再的用这种污蔑抹黑的方式，坦白说，你对你的罢免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了。OK。不是啊，这是柯建铭讲的啊。这柯建铭讲的，怎么会是我污蔑呢？他在接受周玉蔻广播的时候讲的。OK， 对啊。他有讲说要政治清洗谁吗？不是啊，他说要用刑法100条来办我们啊。请问一下，国民党立委哪一个犯了刑法100条？他可以直接讲要来办我们。请问一下，国民党立委哪一个犯了刑法100条？他可以直接讲要来办我们。好，现在整个选战的一些氛围，离剩下17天，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越来越紧张的一些氛围。那包括各自阵营。好，先让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真的刚讲到，因为柯建铭委员在接受广播访问是说，大罢免之后还有刑法第100条伺候这些国民党立委们。大罢免刑法100条，很多观众朋友大概尤其年轻一辈的可能不太记得，这个中间是经过一段抗争的。那个时候刑法100条，现在啦，应该先讲，现在刑法100条是说，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的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犯前项之罪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100条呢，那时候在1992年的时候，经过了一番的抗争。那时候在1992年的时候，本来的刑法100条没有这几个字，这几个。以强暴、胁迫着手实行，这里，因为这个叫做直接实行的实行犯。如果你把这几个字拿掉，
就是你只要意图破坏国体、窃取国土，会以这些方法就处这个7年以上，类似像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经过了一番的抗争，我记得印象那个时候好像包括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还有在就是传统上中山南路的那一带，那个时候大家抗争了非常久，后来加上了这个词。那当然柯委员讲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前因后果，有没有什么？但是大家在讨论的这一块，任俊，第一个，这个对于柯总召这一段话，你可以听到刚才元之直接把这个也拿出来引用，这些对于未来这17天，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刚才大家讲在所谓的估选情嘛，所有的选情，那国民党内部，有时候有媒体也会出来说，国民党内部也估多少，然后要不要下修多少，然后包括媒体也讲说，民进党有没有估，谁估？不过今天有媒体直接问到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那问他国民党的选情，因为媒体有一些的民调嘛，那他的回答先让观众们看，来，任俊先看一下啊，看该怎么回应，来。我们一定是哀矜勿喜，不管这个民调是怎么样我想它永远都只是一个参考。那我想我们每一席都算是危险，那也算是安全。那主要的当然还是看待我们所有选民出来投票的意愿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努力去把每一票都给吹出来。危险还是安全？那个刚刚听君一席话，还是如听一席话，好不好？反正讲的等于废话嘛就是跟票多的赢，票少的输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希望大家出来投票嘛。那问题就在于是投票的多还是少？有什么动力能够让我出来投票？是啊，那其实是目前老实讲我不要只单讲国民党国民党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存在。霸团其实一样也有，因为你经过1阶、2阶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努力，就霸团本身来讲，我相信它的能量到了一个位置了。那能不能再透过其他的方式去催票？他当然试图希望嘛，不然不用这个民进党现在改成变成就是说跟这些公民团体一起同行。对，以前是说本来是先行，对，本来是其实是公民团体在前，那政党在后，现在叫做同行嘛。那我认为其实本来走到最后，你看国民党的态势现在也在改变了。以前他们把这个视之为叫罢免，但你如果现在看起来，他现在把它视之为叫选举活动，也就是我整个你看20几区24+1吧，就25个全部都要一起起来。那国民党跟民众党看起来也结合在一起嘛所以它视之为叫做选举活动，所以政治语言它就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催票。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不要猛打赖清德的原因嘛。也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讲我是任或不是任，我们现在一起来对抗的叫做赖清德。所以当柯建铭今天突然啪啦一声，因为那个是上个月接受的专访嘛，他突然丢出了一句，就是说我们有刑法100条，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他其实搞不太清楚，就是说那刑法100条，因为在老一辈的记忆里面，他其实就会认为说，那刑法100条是不是政治犯？就是思想犯，就是不用具体事实的，我只要想抓你就抓你。国民党当然抓到了这个机会嘛，努力的放大。但如果今天从这个状况来看，那也不是柯建铭你说了算吧？你还是要经过法律上面的一些的这个审查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已经不是谁做错什么事了，而是你今天说的话能不能被大家接受？那不能被接受，那就是被扩大。那扩大的效应有到多少？好，比如说刚刚针对罢免我个人老实讲因为这几年我们跑政治的记者其实说实话比较多面临的反而是罢免这个问题。因为本来是零星的嘛对我个人来讲，我不是很能够接受说罢免1个人可以，但罢免20个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当然，他后面有个连结，是连结之后，因为是赖清德要求要把他罢免掉，那我们就问嘛，当年罢免陈柏惟的时候，大家下去 Google， 国民党用多少的力量？是全党下去那陈柏惟当选多久？我跟你讲，他当选1年就被人家提罢免，一样是1年。然后后来是到隔年7月还8月的时候才成案，因为你后来要经过一些嘛，那时候联署还没有这么一个我就讲嘛，国民党当时如果认为陈柏惟应该要被罢，陈柏惟那时候被罢说有挡疫苗啦，还有什么他发表一些言论说他什么上节目怎样哇一大堆什么理由通通加进去了。那为什么罢免1个人的时候可以用全党的力量下去对付他？那现在大家觉得就是说社会觉得说按国民党的立委。我必须讲国民党现在用一个统包的战术，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好像20几个人通通都关在一起，说哇，你看我们要被团灭了，我们好可怕。可是我就回来讲一件事情，
他的罢免是由各区的人各自发动，就跟刚刚讲说啊，那陈柏惟那个也是他选区的人发动啊。我问你，这一次罢免不是由他选区的人发动的吗？他也不是由一个中央厨房来统一下令操作啊。对不起，讲到中央厨房，可能又讲到国民党了，因为这个司法案件办的都是国民党的嘛啊。就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讲，我刚刚提到说，罢团有它的困难点是来自于它的能量。他现在为什么要开始去跑？你说他要去跑那个跑有罢免的就好了，没罢免他为什么要跑？因为很简单嘛，他也发现到就是说我如果只靠在地的，我可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他需要透过巡回的方式，把这些可能旅居在外面的，或者他可能因为工作上他的那个急在人不在的人，他必须要在那一天希望能够带动起来回去。可是问题就回来了，当国民党面临到他没有办法让他的支持者愿意出来投票，或者愿意投下这个支持票的时候，它有很多种的原因啊。如果就我个人的观察，我其实会认同刚刚这个博文讲的那有一段啊，也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是因为他不挺你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所以不出来投票，还是因为他不够恨赖清德？因为你们现在因为国民党的操作都在讨厌赖清德嘛，就一直觉得说是赖清德在推动，还是他不够讨厌赖清德，所以你的操作是失败的？还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试图透过罢免，但到最后却搞到一大堆人因为因为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党中央没有任何的表示。国民党党中央有人说那个联署的联署啊，问题的那些联署啊，你说各区由各区来做，那我就问那2席原民立委，那是由朱立伦公开下令的不讲话，大家都不讲话，然后好像反复这件事情就翻页翻掉了。我们没有了，我们讨厌罢免，因为罢免就是就是怎样，就是刚刚元之讲的那一些。哪有这样？你们就是输不起，你们就是怎样？那我还是要回来问，国民党不是没有推动罢免，国民党是推动罢免失败，失败完了之后，一堆人现在有被羁押的，有被起诉，有干嘛？然后党中央没有任何的表示。我不认为就是刚刚博文的那一段是在嘲讽啦因为可能对元之来讲，元之觉得说听了你看怎么会你们这个民进党来建议我怎么做？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接触到一些国民党朋友，他其实对于整个的党，他其实会比较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是国民党必须要去思考的，也就是今天好，即使罢免过了，你或者没有过都好啦。国民党难道只着眼这一次的选举吗？也就是如果你的党员们对于你今天党中央任何的一个作为，他失去信心了，你怎么寄望他在未来的投票行为里面愿意去投给国民党？你说罢团什么叫成功？我必须说啊，如果就各区的罢团来讲，能够罢掉那一区的立委，他就成功了。可是如果你从整个来看，那叫小成功嘛。也就是每一个罢团觉得我在这一区成功了。第二个成功是什么？我们讲中成功，我不算几席啦。中成功的概念就变成是说，好吧，我今天这个好，你说要这个5席8席我们真的有一个气势上来。可是对民进党来讲，那叫什么成功？如果你要从政党的角度来盘算的时候，你国会席次的比例如果没有翻盘，你不要跟我讲民进党成功。民进党怎么去说服选民？即使我3阶把它给罢掉之后，民众愿意去投票改投你民进党的立委，民进党也要努力嘛。所以我就必须讲，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问题的存在，但我只能说。就我目前在观察整个国民党，其实他的党员不愿意，或者他的支持者在这个阶段里面不愿意那么热情的出来表态，会不会跟国民党自己内部所产生的问题有关？所以刚刚的那个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好吧？那元之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刚才任俊他个人想法是觉得罢1席跟罢2几席。他觉得都是反正法律宪法之下，然后包括所有民主之下，他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对于那个所谓的伪造死亡联署啦，或这些，心里面真的还是会有疙瘩，觉得说为什么党中央不出来说话，会有这样吗？第一个第1席跟全罢30几席，我觉得那不一样啊。1席你可以说是针对个人啊，而且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那时候情绪是针对韩国瑜被罢免嘛，我们的一个直辖市市长被民进党罢免掉嘛，所以当然很多韩粉啊不爽啊，所以针对那1个2个，那个1个2个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把陈柏惟罢免掉之后，国民党去控制国会嘛，让国民党变成一个专制一党独大的政党啊。但这一次是民进党把我们全部几十席、30几席能罢都罢，大概这个。除了不分区的之外，原住民他们没有动之外，金马没有动，他能罢35个全罢啦。后来是陈案31个嘛，对，所以怎么会是一样？
那当然民进党都会说不是我们，那是曹兴诚的霸团啊。但赖清德就现在不是都讲了吗？与公民同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大家现在做民调，反对大罢免的公民都是比较多啊。你是身为总统，总统是叫做2300万人的总统，为什么你去跟比较少数的公民同行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民进党到现在还要再演，我就不懂了啊。所以罢免为什么一次要罢免几十席？罢免不了还要用司法来弄你，就是要控制国会嘛。那制衡的力量就没有了。你们的支持者对于所谓的死亡联署这些事情，会有任何的意见吗？说要不要出来？党中央需要道个歉才能够翻得过夜，还是你们的支持者？我们支持者当然对于就是有抄名单说也大家也不支持啊。要不要出来？党中央需要道个歉才能够翻得过夜，还是你们的支持者？我们支持者当然对于就是有抄名单说也大家也不支持啊。对啊，像我也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罢免？那时候要罢免是以罢制罢嘛，就是说这个罢免的制度在这边。其实民进党很多立委在上一届也认为这个罢免制度是民主的缺陷，他们也提了，像赖瑞隆什么，我都看了3、4个委员有提过这样的案子，他们认为说。现在的罢免制度是1/4的人，就可以推翻之前多数人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他们那时候的提案也说这叫民主的缺陷啊。那所以国民党觉得说这个罢免制度门槛比较低，但是一般大家不会说不同政党立场就开始搞罢免嘛，对不对？就是如果你针对个人1个2个，那也许但没有说因为整个政党不一样就全罢的啊。那民进党这样子，那后来我们主席不是就说以罢制罢嘛？当然我们也会认为说要以罢制罢，那就要准备好嘛，不是用抄名单的方式。OK， 对啊。OK， 不过现在整件事情一路走到现在，你看到各自支持者所表达的一些的看法，然后包括刚讲小丽人讲说，那就要看观察蓝营的支持者有没有可能在最后能够吹出他们的支持度。但明凤，你不管怎么说，中间选民应该是这一仗大家要争的一个，因为。蓝营的支持蓝营的，绿营的支持绿营的，当然，那白营的你说会这次跟蓝营的结盟，那罢团跟绿营之间，然后显然是盟友的一个状态。但在中间选民，因为最近看一些的民调，中间选民的比例是有增加的，是为什么？到了越后面，反而他们的比例会增加比较多，他会觉得他不想看到这些吗？还是什么原因？而整个来看，刚刚任院长有一段，罢团在整个，因为毕竟罢团不是打选战的嘛。他们就是为了这一次罢免啊，大家各地方那真的有选战、有经验的，然后有资源的，应该是各政党之间大家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罢团这一次看到那个大绕境啊，所有用这些方式是在不得已之下用，有点类似大家讲以前那个什么牵手护台湾，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希望能够在最后17天吹出热情吗？我觉得所谓中间选民出来是什么意思？是说。他的占比比较高吗？还是说他愿意出来投票的中间选民比较多？你是在讲政大选人的那一份吗？不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所谓的中间选民就是那种浅蓝跟浅绿的，他就是随时会改变他的投票的意向。所以你中间选民多了，意思就是表示说你对两党现在目前的情况都不满意的时候，中间选民会达到最高潮。因为我不想承认我是支持某个政党，或是我是哪个政党的附庸嘛。那些如果是中间选民是达到一个高峰点的话，就显然是对这两个政党，我觉得都有一些不满啦。那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用政大那个来看的话，它整个绿营的基本盘还是大于蓝加白啊。绿营好像有31点多嘛，那蓝的好像是23嘛，绿的蓝的23，绿白的10嘛，20就加起来，没有加错，就是一个18，一个10啊，对，那所以说加起来还是绿盘会比较多。那你现在就说你罢免的东西呢，通常不像选举中间选民会是踊跃参加者，因为它是大型的选举，然后6都就是会有6个县市的县市议员通通加入，然后这个总统大选跟立委，它就是有总统这样的大型的选举再加入。当然，我们这一场的选举这一场的这个罢免已经是比较大型的罢免了。那我不同意一直拿基隆或中二的单一选区
的那个罢免投票率出来讲好不好？那也看看高雄有40几%啊，因为你现在的蓝营的比例，蓝营的问题是在于它的投票率比较低嘛，所以说现在是一面倒，觉得说绿的会赢，可是现在气氛上面好像又有变之后，觉得这个蓝营的表态率好像比较高了，愿意积极去投票。那但是这种积极投票是可不可以拉到像绿营这么高？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是啊，因为绿营现在如果绿营过25，蓝营就一定要比绿营多1票，多26，就变26以上嘛，对不对？那绿营现在就是说，你那些联署140以上的，基本上他应该都会达到25啊。那你现在说绿营这些人到底会不会因为现在的内部环境也好，外部什么有凶杀案啊，有跳楼的啊，或是有什么10奖几奖的那一种啊，那或是什么关税的啊，那就是内部环境当然对行政部门这边会比较不利，所以蓝营最近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的文传会可以讲这样子啊，好，有奖跟没奖是一样，就跟小丽媛讲的是一样嘛，就是有奖跟没奖是一样嘛，所以说那你就说到底这种蓝营的公职人员到底口中的兴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反映到所谓蓝营的投票率啊？那我们看凯道，如果说蓝营真的有积极的话，凯道那一场3点就怕吗？是鬼扯吧？看那天那个人站在那里也是鬼扯，游行都是2点开始的，2点到5点，不是也很热吗？3点就怕热了，那这样的热情到底在哪里？我今天好像。对啊，你是说，等一下，因为是跟那个何博文的另外一个人一样。其实我只要讲5只老虎就好了，我不用讲狗，我只要讲5只老虎就好。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因为内部的环境不好，然后加上过去1年的确是蓝营的表现不佳，所以绿营现在也是很静默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平常我们不聊政治的。可是他会偷偷来跟我讲，小声的跟我讲说，你要记得去投票，但是跟我讲有嘘，这样子，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我们在电视上，他们可能会猜我们是什么立场的人，可是那个人大家就是通常就是碰面打个招呼，从来没有谈过政治，他竟然因为他也是我们台中人，然后呢。他就来跟我讲说，我们就是要去投票。那像这样的人，他就是都是不显露的。可是他会不会去投票？他会。那所有联署过2阶的人会不会去投票？基本上应该都会啊。难不成我这些人都反悔了？因为10奖啊，或是关税怎么样，我就不去了吗？所以你基本上你蓝营当然是也许这个所谓的积极性当然是有比较高，但是有没有高到？像绿营这样的高，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观念嘛。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呼叫中间选民，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有点困难度了。我说实在的，中间选民是你第一个要打动他的心，他才要出来，否则他对这个本来就是很陌生了，很无感。那除非投票的时候，他愿意去选举的时候正面的时候，他愿意在2个里面选一个。可是像这种罢免一个，他会觉得没有关我事啊，我不晓得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剩下17天呢，如果你要呼叫中间选民，不如把你们自己的支持者跟到底，跟到90%。跟到100%，我觉得这个才是制胜的观点。那如果你要呼叫中间选民呢，那你们就是这个怎么要感人一点嘛？我觉得你说刚才何博文讲的那个是确实是实话啊。如果你朱立伦出来道歉，你会不会觉得仇恨值低了一点？那如果你傅昆萁说好，我从此不当总召了，那你觉得会不会仇恨值会不会低一点？会不会说我过去可能未来的3年我就不会那么乱了？这个会不会降低你们自己的仇恨值？所以你们自己对于政治判断是你们自己要去做的。现在我是觉得说你们中间选民的部分，我觉得都很难 touch 到了。然后你们现在就是要把你们自己的基本盘跟到最高点嘛。就像黄国昌为什么7月20号要去包围民进党中央？包围，他要在那个地方办活动啊。对啊，那就要去包围嘛。但地点又选民进党前面的那一块，因为他站在前面，那就是算是包围了嘛。那就是要活动，要把他的草推出来。那草大概你说3%，或是你说全民众党有10%，如果有10%，
弄到80%的投票，那也是很补不要说10%，现在对愿志来讲的话，大概民众党的支持者，如果不要讲10%、2%、3%出来愿意投，你都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在野要团结对抗独裁的政府。你少来，对抗一党专政的政府。没有，所以说你补，这个补啊。当然。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在跟他的支持度嘛。如果照刚刚敏凤讲的，来，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所有的热情要怎么样能够吹出来这些，当这次罢团包括把反共的口号，把这些全部都把它摆进去，反共预算这些全部都把它摆进去。1阶、2阶，说实话，你在媒体上看到了风风火火的这些，但是到了3阶，任俊刚刚讲，整体来看是不是真的都有往下消了一些？这跟最后的投票会有关系。每个人都在算是罢免一定要过25嘛。那如果要是罢团这边或罢团跟民进党这边能过25的话，对蓝营跟白营的结盟就势必要多一票。问题是现在的数字，你看到所有的热情跟那些反应，是真的能够让大家都感受出来，我要吹出来。照理来说，选战应该是越后面越热，不是吗？对，你现在有感受出来那个热吗？敏凤刚刚讲的方法是药方吗？傅昆萁总召在26号以前，如果突然讲说，为了让国内大家不需要那么纷纷扰扰，那我就请辞总召，真的因此那个仇恨指数突然之间就往下降吗？你看陈慧文意见跟我一样，你看，陈慧文是说，如果当初国民党是赖清德当总召的话，我就认为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傅昆萁就不应该当总召啊。那个叫做早知如此。对啊，但是现在已经何必当初了。但是因为何必当初了，我的看法会有点不一样了。就说你现在国民党在做，你说在对于说比如死亡联署的这个道歉啦，然后傅昆萁出来做一些宣示啦，那个我觉得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到这个时候，因为罢免大概几场下来，我相信大家都不管你是哪一种形态的罢免，大概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你最后的对决必须是热战。只要有一方冷下来，那一方大概基本上就必败无疑。所以这次一定热战嘛，没错。所以国民党你现在就是把仇恨值往死里吹，把仇恨值拉到最高，把赖清德当成是全国民党唯一的要罢免的对象，所以对赖清德不同意嘛。因为他罢免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对象可以去做对照组。那就只好把赖清德拉出来。那所以这个热战已经是回不去的、不可挽回的一个做法。这个热战已经是回不去的、不可挽回的一个做法。那些我觉得说要道歉啦，要这个降低仇恨值啦，要温和啦，甚至要有一些这个做法，那都是在之前的。此时此刻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确实走到3阶，因为不要忘了，我们从1阶走到3阶，其实走了大半年。那个就是大家再有热情，那个还是会往下掉的。可是我要讲是那个往下掉，我觉得对蓝营的风险会比被绿营更高。为什么？刚刚敏凤讲一个很重要的，我2阶好歹什么120、130、140，还有到160、170的。对，那就是代表我已经有14-15%人在那里等着了。我会连我的基本盘就对我只要没有任何没有车一个到我的那个这个地板起跳点，对，我的地板就是14%。你国民党起度是0啊。你光这个 gap 你怎么解决？所以这些14-15的人，他不见得说我现在因为毕竟有这个疲乏的这个状态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暂时没有这样的热情。动员的效果可能没有想象中好，可是并不代表他不会出来投票。OK， 我的意思是说，你国民党一开始，你对于这31要选的这20几席，你基本上就是一个10几%的 gap。这是一个，所以国民党要动员的能量，要动员的难度，远远比这个罢团来的更高。OK， 这是一个情况，但是。那第3个就是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错，就是说现在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完全赞成，问题不在于中间选民啦，你就说你投罢免最高就中间选民是假的啦，对，中间选民是假的，只是他们心里头还是有一些那个，还是有他的属性。但是在调查的时候，我不想告诉你，就是对，我羞于没有，还有一种是我不想投票，那种就是可能对罢免无感的，那这样子的人会比选举的多很多，因为选举它是有直接关系网络的，比如说叶元之的支持者啦，或谁，它有直接的选举网络的嘛。但是
罢免没有，罢免是一个对象。OK， 所以那个中间选民的无感性是没办法不容易被吹出来的，除非今天哪件这个黑天鹅的事情逼使了他觉得他在这场罢免中要出来投同意或反对。哦，那这是另外，可是所以就一定是在支持群当中，极力去吹，那这些群当中去吹，我觉得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弱势是，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是抓着黄国昌这只浮木啦，因为蓝白加起来以政大选员来做的那个民调，蓝白加起来也差不多跟绿一样嘛，所以意思是什么？你没有白的你就完了，如果就最简单的算术是这样的，问题是。白营的这些支持者，在过去这1年多到底流失了多少？其实我们没有一场投票行为，来做验证。我的意思是指，比如说柯文哲这1年来的状况，好，黄国昌上来之后带领的民众党对社会跟社会之间期待，跟原来的柯粉之间的落差，小草跟柯粉之间这些东西，然后再来转加拿大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见得，蓝营所期待的白营的支持者加进来投入。以仇恨赖清德来投入反罢免，我觉得那个是不见得是如意算盘。OK， 特别是白营的支持者，不要忘了哦，基本上还是20到40岁年轻人哦。他有没有这么大的动能，为了一场726返乡回去投这些票？那跟选举是不一样的，那跟总统大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情况之下，如果你从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如果没有中间选民的支持，你蓝白加起来，这个白营的能量又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其实整个现在大罢免看起来，这问题还是在，就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罢团要25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你这个蓝营的动员能力，还有反罢的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强？不过如果真的这样算，刚才特别提到7月20号，白营要在就你们的党部前面办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反罢要赢啊，民主要赢要办这些，那。对你们来说，因为那20号下个礼拜就要投票了，那一阵的那个诉求，你会要怎么看待？在你们的党部前面办这样一些的活动，然后整个选战的罢免的这整个过程里面，最近大家每个人讲话都非常的辛辣。陈英珍委员甚或直接说，他说2件事：第一个，国民党如果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要罢烂这样？他甚或开始担心中选会不会有作票的可能性？你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吗？我觉得你们中央党部当天要演《三国演义》，演《三国演义》吕布那一段。这个第一个我先讲一下哈，这个对中选会，他们说中选会可能这个会作弊、做票，我真的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啊。被一个全世界过去做票记录最多的哈，大家不要忘了，过去还有曾经中立事件的这个做票，包括。我们的这个黄信介元帅东征花莲也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被一个有如此多作票记录的这个政党说，你们中选会可能作票，他都忘记中选会还是独立的单位，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讲这样的话，其实侮辱了很多的选监人员，而这些选监人员里面绝大多数是老师跟公务人员。因为大家知道办一次选举都是老师啊、公务人员很多都要参与在其中，所以他们等于是在污蔑这些人说你们会作弊。你看，还有他们忘记一件事情，这次所有的罢区，没有一个大家可以去看，没有一个是民进党执政的，全部通通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请问，你说你们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有可能会作弊？那这个严重了。因为大家知道中选会是一条边的指挥单位，他不可能实际去运作什么做票啦，什么数钞，什么数选票，不可能。都是地方选务单位，所以国民党这几个巴掌打得自己打得有够响的，我实在是不了，真的有够非常好笑。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台湾在赖清德总统的执政之下，我们的自由新闻自由，亚洲排第1，都还赢过日本。第二个，我们的全世界的这个排名也在这个12名，我们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排第6名，我们是全世界21大的竞争体。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竟然被全世界戒严最久、独裁最久的国民党说我们是独裁，我也觉得实在是真的是醉了哈。另外，我要讲我自己本身，我选举那么多次，我曾经高票当选，我也曾经很凄惨的落选，都没关系，这就是民意的展现。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不管我是为党出征，或者是怎么样。我总是对民意是很敬畏的，不管你是在艰困选区，或者在你觉得如鱼得水的选区，你对民意要敬畏。
但是我很意外，国民党的真正人物好像不是如此。我举例来说，假设我的一个选区，可以在这种低温10度、10几度的情况之下，一大堆人放假不去看电影，不去玩，然后排队出来大排长龙。我以为是要去买这么好吃的烧饼，还是好吃的点点，不是，就只为了罢免叶元之。我认为，我心里会觉得要反省，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到底我做什么，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好，我当然不指他，就是说这些被罢免的人，他们都经过1阶、2阶，你要知道罢免比选举还难呢，难很多哎。那你面对这些民意，你想想看国民党怎么对待他们？气给他低端，然后什么福寿螺，什么垃圾，这种字眼都出来。你不要忘了，就算他们不支持你，在那个选区，他也是你的选民呢。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干不出来。好，那我讲，现在公民团体，我觉得当然公民团体要有危机意识，因为我觉得选举是这样，选举这个往前50公尺都是一片迷雾，而且是瞬息万变，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到底罢几席？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最后是公民团体，这个看他们怎么运作，能够凝聚最大的力量，然后让民众来支持。好，所以罢几席我真的不敢去断言，但是我只知道，经过这次罢免的这个淬炼，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国会正常化。我再次强调，是国会正常化，而不是民进党非要过半或不过半。我们希望国会正常化，就算是未来补选是国民党的人重新当选，我们也希望经过这样的一个罢免的洗礼之后，他对未来不会再像跟着傅昆萁这样子23总预算这样恶搞，我觉得就不会是这样的人。另外，我希望这个国民党自己要了解，31-0，这个不是说什么民进党去策划的。人民决定要罢几席，你国民党自己有党部从上到下贯彻说什么我们要全力的什么反罢，好，那你们动员那么多人，假设你们也能够经过1阶、2阶，同样的你们也可以罢免民进党立委，可是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因为你们正当性不足，民意不支持你们嘛。那民意不支持你们，你每天在骂我们，或者每天在骂司法单位，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最会迫害司法的就是国民党嘛。我跟大家讲，这个不是司法迫害，这是迫害司法。我再次强调。你看，从这连串集体性的这种违法联署、死亡联署之后，国民党几乎3天2头找法务部长去质询，而且针对个案毫不掩饰你想想看，过去发生过这种事情吗？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让国民党继续胡作非为下去，这种不正常的国会，我们台湾的民主真的会倒退路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民主只会往前进，不见得，民主有时候遇到逆袭也会倒退路。这个时候所谓更大的民主，就是罢免的制度也可以制衡。所以林俊宪我们本节目听说是收视率扛把子，他常收视率是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到现在我还觉得哇，这句话真的太传神。大罢免治百病，真的是这样。你看最近国民党正常不得了，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说，那个4100亿，说国民党好像考虑不挡了，4100亿，然后说什么还要再继续加码。我觉得如果国民党这个能够往正向发展，我们也觉得很好啊。但是就是要透过这种民主的制度给国民党教训，他们才会醒。在刚才讲到那个7月20号白银，如果在你们前面办那个。你们会有任何一些因应的？我希望他们至少留一条通道，可以给我们走进去。然后呢，这是我个人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外面，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我向来是这样，你只要不要动手动脚，或者很近的那边喷口水，不要踢卡挡救，我觉得你就算骂几句，我觉得也都是民主正常的现象。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节骨眼我是觉得不需要来这边蹭声量啊。我坦白说。你今天你大可以去号召你的群众，你做你的诉求。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坦白讲又造成很大的困扰。但是这个黄国昌他从过去一路以来，我相信这个过去其实国民党的人提到他都还好。那你如果去问民进党的支持者或民进党真人物，提到他是咬牙切齿那今天这样一个人物要回来民进党中央表达抗议，我觉得最该反省或最该觉得丢脸的应该是他自己吧。民进党里面有多少人过去是支持黄国昌，而今天到底是谁变成这副德性，连他自己都不认识？OK， 庄夏，这在别人党部办这个，因为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在那办，只是一般来讲政党之间大概都不会到别人的党部前面去，这某种程度，尤其又是在7月26号之前，这意义特别大了。人中吕布不是只是董卓、丁原之外，吕布真正的造成那个为什么这么讨论？是因为他抓着一支兵，那个非常能战斗，然后呢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后面呢，曹操、刘备、好陶谦、袁术都常常被他搞，所以这才叫做人中吕布啊。对，我补一句就好。这次请他们不要说什么再说什么要叫我们丢梅子粉出来给他们啊，不要再说梅子粉在哪里，真的不要太超过，这样就大家刚好就好了。对。所以黄国昌现在就是人中吕布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搞你风云好几年。所以呢，那个各路诸侯在看到他这个样子，既爱之又怕之。曹操就讲过说，养老鹰哦要给他吃，但是不能吃太饱，他就飞了。然后刘备其实原来也是请他帮忙挡袁术啊，所以大家都想利用他，然后又怕他，但是他的价值，所以吕布后来不是董卓死后就没了耶，吕布后来搞到那个连曹操差点就被他端了老巢，刘备都被他，张飞都差点垮了，所以这才是人中吕布。那这黄国昌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是为人家党部？有没有什么反正对他没有影响啊？他这次8席又没有被罢免，然后但是他在过程中。小草继续巩固，然后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呢，每个人都要看他脸色，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换到了嘛，所以大家才会讨论他换到之后是不是能够再换。我明年台北市长的时候，我有没有筹码？我2028年跟卢秀燕有没有筹码？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局，当然你刚刚讲《三国演义》嘛，那《三国演义》里面，黄国昌在扮演就是左右逢源，他现在当然在你们这边拿不到了，哇！但是在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每个人私心自用的诸侯们，就是他的一个机会。所以人中吕布这次要来北平东路杀义父吗？我不懂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这样解读吗？还是他杀义父，他曾经迟疑过吗？他会反省过吗？你刚刚讲的就不对，真的是人中吕布。人中吕布是这意思。所以韩国瑜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对他做的事情有意见。韩国人看人用幽默的时候，其实蛮精准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局里面，最复杂的变数。因为这个变数里面就是包含我们看昨天节目也讨论嘛，徐府，到底是想要选4亿元，还是想要选补选？戏子到底是在准备补选，还是在准备什么？所以，但是国民党现在就变得让人觉得，就是他最在乎的那一点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现在整个国民党在713的时候。接力的大造势，国民党5席立委也要黄国昌，台中那边也要黄国昌，所以吕布的价值不在他有什么道义，而是他的那个部队可以搅乱一池春水。袁生，第一个，你对于陈玉珍委员所讲的，你会担心中选会在过程当中说公不公平是一种讨论，但是说他会不会做票这个，你自己会有什么看法？刚才讲到黄国昌跟民众党之间对于蓝营之间的合纵连横的合作，你们对于这样的合作，你在节目曾经讲过，你觉得反你要罢你的人大概都已经显现出来了。然后如果要是要反罢的这些支持人，能多一票就是一票。所以国民党的委员大部分的心态会跟你一样吗？都觉得白营只要来多一票都是一票吗？白营来，因为绿营他们就是会吹嘛，那白营来。当然，我们希望得到白营的支持啊，并不会因为说白营来支持我们，本来绿人没有要来罢我们，然后白的来了，忽然跑出来罢，这个几率很低啊。所以当然现在大家都是以这个吹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反罢为主嘛。这个策略上，我看现在7月23号要投，7月26要投票20几个委员都是采取这样的策略啦。吹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反罢为主嘛，这个策略上，我看现在7月23号要投，7月26要投票20几个委员都是采取这样的策略啦。那这个有关于什么刚刚讲到什么很多人低温什么要来罢免我，其实我也很多民众跟我讲，如果可以罢免赖清德的话，他们很低温啊，大热天都要出来了啊，也是很多人这样子讲啊。那按照你是在讲我吗？那你为什么不公开直接讲就好了？不是，我是说民众跟我讲，因为有的时候人家说要罢免我们的时候，人家也说罢免赖清德啊，只是说制度上给了总统很高的保障嘛，因为要罢免总统很困难嘛，要2/3立委通过，然后才能进入到公民投票，而且公民投票要接近900多万票，所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众也是很想罢免他。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赖清德应该要检讨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罢免他？这个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嘛。就现在我们在地方跑，如果说尊重民意的话，很多说要反罢的他都说我去年就投给你的，我一定会出来反罢啊。
然后现在在街头上，民进党议员啊那些啊出来要来罢免我的，是投给我的吗？所以是没有投给我的要来罢免我，然后说投给我要来反罢。那去年选举是选假的吗？这个是对民意的尊重吗？所以这种逻辑我真觉得非常奇怪啦。你们这种逻辑好奇怪哦，真的很奇怪。哪里奇怪？你就按照制度走，人家就可以罢免你啊。对，我是说，如果尊重民意的话，会说，然后去年没有投给你，我现在罢免你，我要再选一次。那选举是选假的吗？这叫尊重民意吗？你当然一年就有，这个叫尊重民意吗？你们自己选区的选民不是嘛？那以后干脆不要选嘛，选完就来罢好了。以后只要以后民进党没有国会里面做任何议案的时候，考虑过罢免是例外，曾经没有投过你的选民，没有，你们也不会面临今天的态度。有任何一届有这种情况吗？你们为什么不检讨你们这一届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对啊，所以为什么总统会来罢免国会议员？以前也没有总统会干这种事啊。我们也是觉得非常夸张啊，就是被监督者要去罢免监督者，就不想要被制衡嘛，就想要一党独大嘛，就想要胜财为上嘛。所以这个没有想要把监督力量全部消灭的，过去确实没有这样的总统。对，确实过去没有这样的总统。对，没有以前也没有总统要罢免立委。对啊，以前大家尊重嘛。以前像陈水扁就说过啦，陈水扁说他当总统的时候也是少数国会，但是他就会尊重少数国会的力量，会用协调的方式达到民主的协调多元、互相尊重，然后做出一个解方，不会说啊你不听我的，我就要把你罢免掉。以前阿扁也是类似朝小野大，就是不会这样干，所以确实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也是觉得很讶异。我问一下，最近有几份的民调，包括有人说是蓝营估的、绿营估的，什么估的这个估，那对，然后说降到3+1席或5席以内或什么，但是名字里面有提到你，你对于这些新闻，你有什么样一些的回应吗？我没有什么回应啊，因为我是最早被锁定嘛，一来是因为我们那边狼子野心政客很多嘛，都想要透过罢免我来选嘛。二来就是因为我赢的比较少嘛，所以一开始他们不是就有一个口号吗？叫什么"柿子要挑软的吃，罢免要罢叶元之"，然后他们锁定几个，就是说罢免掉以后，民进党选得上的这几个要先弄啊，弄就是他们觉得因为我赢的少嘛，然后所以就要弄我啊。那个民进党有去年没有选上立委的，才有机会来选啊，或者是一些议员想要来选啊，所以呢用的就非常用力啊。这个是在我当立委没多久就开始搞的啊。所以不是代表所以1年多了啊？你觉得1年多，我也没有什么好。我以为你应该已经弄1年多了，蓝绿共识，已经弄1年多了。我觉得元之没有回答刚刚的问题，因为元之讲的那个叫做现象，它是一个状况，就是说罢团要罢免你。我讲实话，罢免你，他一定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嘛。就像当年为了要罢免陈柏惟啊，你也拍影片，就是说这个叫做现象跟状况。可是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蓝营在评估。也就是你经过这么多的努力，可是蓝营却还认为你是在危险。蓝绿两边，因为昨天我们节目有绿营有媒体上讲绿营有说什么必罢还是什么首要的那狙击5席啊，然后对，枪击然后虽然民进党说他没有什么举杀名单，可是媒体这样讲，那里面有原知，然后说国民党自己估的已经下修到5席里面，还是有你啊，连国民党也认为是你还是危险啊。我有回答啊，因为。就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盘比较近啊，柿子挑软的吃，对啊，柿子要挑软的吃啊，然后所以就从过去年已经弄1年多就是这样啊，不然为什么他们那罢团到带个什么？不是因为你现在的选情比较这就是因为盘嘛，就是盘嘛。譬如说你说有一些比较蓝大于绿的，比如说赖士葆好了，那他就永远都不会被评估为很危险嘛，只要他支持者有出来投票嘛，对啊，这是盘的问题啊。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包括在立法院，刚才也特别提到。在立法院，现在立法院还在会期当中，当然有很多一些法案。但元之，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普发1万块钱是你们这一次在诉求的主轴，这是之一，对不对？要告诉你，那你们有要特定要锁定哪一些族群吗？因为对你们来说，当然发1万块，每个人都开心，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样子，真的觉得因此就会有人因为这个样子，然后愿意出来投票支持你们。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当选没多久就被推动罢免嘛，所以大家就把我们当立委该做的事情全部解读说我们在反罢。对啊，其实有的事情跟罢免不见得有关嘛，那是福国利民的事情嘛。财源的发放这是违法。好，举例来讲譬如说4天1的，就是那个还假于民4+1的假期，那时候大家是算说我们台湾的工时很长嘛，所以才会养还假于民嘛。
那这个法案是去年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像刘许婷，他就非常，他是现在的内政委会召委，但是他不是当召委的时候，他就很积极在推，所以他当召委之后，他就开始一直很密集在排，然后当然前面也有经过公听会啊、协商啊、协调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过了。那很多人就说，哎，你们这个是不是又是为了反大罢免？对，那这本来就是会做。普发现金以外，普发现金也是一样啊。普发现金其实在几年前那时候，国民党在少数的时候，当时也没有什么罢免啊，可是因为有税的超收嘛，所以其实国民党那时候也有主张过普发现金嘛。然后民进党那时候蔡英文总统也有发过啊，然后那时候不是也有什么3倍券、5倍券、现金都有，其实都有发过。那这一次普发现金1万块的背景，就是因为连续好几年税都有超收嘛 ，OK， 加起来大概1兆3000亿左右。问题是你们是行政部门吗？你们可以这样发钱吗？我们是立法嘛，不是，我现在讲那个背景，我在讲背景。背景没有，我们这特别条例啊，我又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发，所以那个现在这个背景是来自于就是税有超征，所以才发。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反罢不反罢是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跟就是假设我们民进党夺回国会的话，会有影响的。例如说，像有一些像4+1的价，民进党他们就已经那个柯建铭就已经摆明了嘛，就是如果说国会他们有取得多数的话，这个他说他那时候会说这个不复议，但是会用别的方式处理嘛，所以很有可能4+1的价就会被没收啊。还有其他像民进党之前在过去1、2年比较有意见的一些法案，例如说我们通过那个警消的退抚条例嘛，那时候把退休的所得替代率把它到80%，这个他们也是会有意见，所以有一些我们有推，然后被民进党认为是毁宪乱政的，是很有可能在他们取得多数之后把它修回来。来不，这个如果要扯这些法案，我坦白讲真的扯不完。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国民党能够悬崖勒马。我先讲一下，因为礼拜五，王宏威委员是说礼拜五的院会就有可能会通过刚才讲的那个普发1万块的特别条例。那在大罢免投票前大概15天左右。第一个，这个是明显侵犯行政权嘛。你普不普发1万元，这行政部门来决定。那如果说他有这样条例跟预算送到你立法院，那你自己如果今天立法院我随便都可以说我要普发全民1万元就普发1万元，明天可以继续加码1万2、2万3。行政部门不用做事啊，税入税出随便立法院搞就好了，这不能这样子的啦。第一个，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现在那个4100亿，我们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跟大家拜托，这4100亿里面，其中有1000亿是补贴台电。大家知道台电像这次风灾，不眠不休24小时这样弄，拜托大家给台电一点鼓励好不好？为了当时这个不是抗上那个 COVID-19， 那时候大家是这个共体时间，然后台电替我们撑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时期，然后防止我们的物价上涨，1000亿补贴给台电，请问这过分吗？还是你说不要补贴给台电，然后让1000亿这个或另外发2300亿，每个人发1万，然后呢，未来物价持续不断的上涨，大家都要面临这种物价上涨的痛苦，请问这样会更好吗？这大家可以去想。第二个，这4100亿里面还有1500亿相关的这个就是国土韧性的部分，这个现在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啊。不管我们的国防，我们的这个海巡署的这些弟兄们，国防部的这些军事官，这些弟兄们的相关的这些武器设备或他们的防射等等，也都需要这些来加强。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了因应现在的一个冲击，我们其中也有编列大概900多亿，就要面对未来可能的这个关税等等这个冲击，我们也要编列900多亿。请问这个迫在眉睫，你能够不让他过吗？那到底国民党不让他过的理由是什么？就只为了全民，另外再普发2300亿的这样的1万块，我请大家深思了这个事情，我也坦白讲，也不要去扯。我在这边我都不要提到罢免不罢免。国民党，我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真的大家共体时间。其实大家就在看嘛，为什么我们常说真的你要合理的监督都可以啊。例如说像我们最近这个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代表都跑去美国去谈判，他们可以常住在美国，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之内来回搭飞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差旅费不足，我们的差旅费不能没有办法常住在那边。那另外像监察院，你可以删到这种连业务费都不给人家。监察院不是什么只有你们讲，还有很多攸关民生的
人民的这些陈情案件呢，这些全部都停摆哎，你可以恶搞成这个样子吗？所以我是呼吁大家就是说冷静看这次的状况。我再次强调，我们希望国会正常化，不是说什么国会都不能监督。我跟大家保证，民进党就算是国会的多数，我们也绝对都是按照程序来，绝对不可能搞这种什么违法乱纪啊，或者是什么恶搞什么举手表决。这种国小班会都不太干的事情，每一个立法委员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那我也希望这一次的这个4100亿，我们希望就顺利的能够让它过关。那这个我特别强调，普发现金这个部分，如果国民党执意要这样干的话，这个绝对是违反，绝对是逾越行政权的一个违宪的做法。普发现金这个部分，如果国民党执意要这样干的话，这个绝对是违反，绝对是逾越行政权的一个违宪的做法。明凤，你觉得蓝白之间的合作能够非常的合作密切无间吗？尤其当然大家会来讲说，那今年2025，明年就是2026，那也有人把这个之间到未来江湖走跳总是要还的，那也把它摆在这个里头。你觉得他们未来的这，因为现在看到几乎每一场国民党主要的宣讲反霸的这些活动里面，黄国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角。对，黄国昌一直在这个努力的帮这个国民党催票嘛，对，然后又开始不惜的围攻那个民进党党部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蓝白合，但是蓝白合我觉得它是有期限性，而且有品项的限制的。什么叫品项限制？对，期限就是7月26号之前一定都会合嘛啊，然后到了7月26号之后，这个补选立委部分恐怕就不晓得合不合了。然后呢，这个未来的6都首长不可能合。所以呢，它只限于也许议员的部分可以谈。所以我是说，它限于品项跟所谓的这个时间限定嘛。那你说黄国昌现在当然要争取，有人说他要争取卢昌配。我觉得会逞才有鬼，但是我不愿意，他是漫天叫价，坐地还钱啦。对，但是有一些长辈也这样讲，我也不好意思说了。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国民党会有副总统让出来吗？你如果说当时柯文哲他不愿意，柯文哲在的时候，也许经过前一次没成功之后，如果柯文哲这次还在外面的时候，没有贪污的时候，我觉得国民党会让。但是你黄国昌是柯文哲的%几？你的葱是炒的多少？你自己有没有掂量一下？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这次全帮你们帮到这种程度，尤其是你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的时候，我在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提名里面，我完全不顾及你。那也是不大可能要还人情嘛，就像江湖走跳。但是还人情会还到要县市首长或者是立委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就很低嘛。因为我就说，我有一次就跟这个国民党的秘书长或高层还有碰到一个白营的立委。然后呢，我就当场说，我都是当场问说你们真的有没有考虑那个某某县啊，或者某某市啊，是让给那个这位白营的先生啊？因为大家都一起吃饭，不是气氛很融洽吗？然后那个高层马上说，我不知道这个到时候我可能不在了，不是我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推得很干净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就一个民众党来讲，如果他真的可以争取到议员的部分，也许也是划算的啦。但是他如果真的要抢到市长的部分，那比如说你台北市要出来强化，台北市对，不是现在不讲到台北市吗？我会不会那些不知道谁又讲到台北市，我就昏倒了。那就图利民进党嘛，那就叫图利民进党。那你现在只要县市首长出来3咖都的时候都是图利民进党，所以你这怎么合？但是如果你做一个主席，把你议员的席次扩大，我觉得对你这个国民党对你这一次的回报
算成功了 OK 的话，那就是 OK 了啦。当然，你说像黄昌主席有听到媒体上说有没有他有台北的打算，他当然有回应，他有讲说那种不值一评，就根本毫无根据的一些的事情，只是政治瞬息万变，不晓得未来那所有的状况会怎么样。尤其刚刚前面讲最近发生的一些包括社会案件。那社会事件会不会也会产生对于整体国内政治氛围一些的影响？譬如说，黄昌主席他们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是讲说，那为什么有人是做了一个梗图，然后就被羁押？意思就是讲说，不是有一些民众，然后做了检察官的一些图，然后上面怎么样？后来是羁押禁见。那这2天你看到蓝白阵营都有很多人把那个羁押禁见甚或连接到。像譬如黄李炯如他们的那个死亡联署的案子也被到现在起诉还被羁押，但是因为这几天发生的几件事，一个是台中丰原那5口命案 ，OK， 大家除了非常难过以外，因为这件事情那个涉及的人大概是一个15万交保啦或者什么那些，他们就在做两相比较，说怎么会这样司法双标，甚或直接开记者会，这些你觉得对于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黄国昌这次怎么这么客气？他应该礼拜一再排一个专案报告，叫法务部长来报告啊。这2个案子直接问法务部长不是吗？为什么检察官可以这样一个羁押一个不羁押？他可以直接去问啊。我觉得黄国昌讲这话都是毫无常识的。我讲真的，这个部分司法是独立在办案，那他们是怎么样去判断？第一个，我们也无从去介入，无从去了解。这个本来就是检察官去判，那检察官去判断说羁押禁验，要么就是说这个。要可能串证啊，可能逃亡啊，或者说这个一串证之后这办不下去，那我必须要提醒大家，那个血债血还，那不是一个单纯的梗图哦。你要知道它上面是针对相关的这些法官跟检察官全部把它罗列在上面，然后喷了血，他们还说这个什么那个不是啊，那个是番茄酱啊，等等，反正那个是极度恐吓。我认为这个案子不是一个单纯的梗图因为。我看新闻媒体报道是说，那一对好像是情侣档的这个工程师，去那边也没有说很老实的去交代很多事情，然后好像还要这个分开讯问等等。那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个东西是严重挑战司法威信的事情。OK， 那法官、检察官他们如果觉得判断，检察官觉得这不行，这个如果让他们现在回去，会影响，搞不好他们后面有谁幕后指使等等，然后他把这个案件送去法官也这样认定，那我觉得这个就这样。这个就承认，我觉得我们也无从智慧。那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会案件，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法院它有一定的，如果你觉得哪里有违反程序，或者哪里这个可能有谁介入，我相信以台湾现在资讯公开的这个状况，假设真的有人被压，或真的有人真的是被怂恿，或真的有人被压迫，我认为这个新闻是藏不住的。OK， 元之。我看包括像徐小新委员啦这些，最近都有提到，像前几天是发生在新北土城，然后一个家暴男，然后杀了一对姐妹，像这样的一些的新闻，然后也是在讲说，那因为他本来有前面家暴，然后结果后来检察官是无保请回嘛，把这些做跟包括刚前面讲到国民党中间有没有涉及到那个死亡联署啊这些还被羁押，这些的模式对你们来说是会激起民怨吗？你们觉得？我觉得，我讲那个台中那个丰原一家5口那个事情他们5个被逼上绝路嘛，是因为被诈骗，然后呢也有牵涉到黑道恐吓，然后后来有抓到一个什么李团长，还有其他的人那个李团长他是检察官是直接15万就直接交保，也没有声押就直接交保，但检察官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不排除有共犯，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同样的标准，你看检察官他是怎么去对待像黄旅这种案子？黄旅他坦白说，他那个伪造文书案，其实现在那些案子都没了嘛，那罢吴沛忆、罢吴思瑶也都没有，那他们也起诉了，然后包括黄旅，然后包括另外2个国民党的党工，3个都起诉了，其中2个国民党党工都认罪了，但只是检察官认为说，这2个虽然你有认罪，但是你避重就轻，可能意思是说他没有咬到黄旅啦，避重就轻，继续压黄旅因为没有吐实，继续压，为什么？怕你们3个出去会不会又串供又干嘛？其实已经起诉了啦，证据是可以巩固，但是他还是要继续压。那所以检察官是超级怕人家串供那
好，这个伪造文书案件，基本上那2个案子都已经没有了。哇，你是这么的严刑峻法，这个连起诉都要严压。可是对于一家5口走上绝路，牵到诈骗，而且还有可能有共犯哦，你不去，你重放，那你就不怕他出去之后找到那些共犯，然后大家一起串证吗？或者是共犯逃亡吗？你就不怕？所以本来这2个案件。都会让人家感觉说，好像司法的标准很奇怪，到底是严的还是松的？如果你要严，你一起严；要松，一起松啊？为什么办政治这种案件，哇，超级严；办这一种出人命的很松？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很奇怪。然后积压的部分就是这样，我当然觉得很腐烂嘛，因为黄旅我们更不认为他应该要被继续严压，他已经起诉了嘛。然后他已经，然后2个党工都认罪了。OK。羁押是侵犯人权的东西，很有可能这几个他也不是太重的罪嘛，也有可能他如果没有押，他官司打一打，可能无罪啊，也有可能就缓刑啊、1颗罚金都有可能啊，但是就是要押了好几个月。来，任俊，当然如果就单纯羁押来讲，可以责备检察官但是羁押准否也不是检察官说了算嘛，他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力去说服法官说我接下来还要再办？那看起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把炮火对向检察官。那看起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一段时间一直把炮火对向检察官。但是完全不去看，那准驳的其实就是法官这一端嘛。我不知道，因为外界也会认为说，之所以不骂法官，是因为最后审判在法官，骂完了之后，下一个就倒霉了。但我不认为司法会被这样做一个这么粗糙的。司法会被这样的影响，但是他会因为眼下离罢免投票是17天，是这些事情的连接。当面临到要被罢免的委员会把这件事情特别拿出来，要去讲一些。某种程度势必是他觉得，会不会对于整个政治氛围或是什么会有一些影响吧？你觉得会有吗？但我必须说，就是说，如果只有黄旅锦如一个人，可能对国民党来讲的那个操作是好操作。你搞到这么多区，连你自己中央党部的副主委也被找去，那党中央没有任何的态度，更不要讲那一天他们办那个大造势。张善政连黄旅锦如的名字还讲错2次，讲的名字都还不一样，就表示那个连结性不强嘛。我说你今天找县市首长要站台，要特别针对这件，要针对黄旅锦如，结果连名字都会讲错，而且那讲错那个什么名字，大家自己上网去看嘛。就那2次讲说，表示他其实就是一个好吧，今天要我讲，我就讲。那我要讲什么不知道我印象中有个叫黄旅什么东西我就跟着念，所以他到底还有多大的对国民党的人，就是说你看他们因为这样就司法不公，你看我们这个人被压，那谁你又不压，谁不压？我认为司法其实对台湾民众来讲你要用政治去作为解读跟解释的时候，那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说法说他怎么样，他为什么不用羁押那个谁他就怎么样就羁押。那我也讲实话，如果真的觉得羁押，因为刚刚特别提到嘛，说羁押又是这个人权嘛那个，因为本来刑法的东西，本来这些东西就是特别会慎重，是因为它有剥夺的很多，因为它是涉及到剥夺，那民事没有这个问题嘛，民事就赔偿。那你刑法本身有剥夺，所以为什么他要一关一关大家去审？大家都不是说我今天各自说了算。OK， 那我们就还是我来问一个如果今天要一直去批评检方或者怎样，那另外有一招就是被告或什么，他有个东西叫做律师那律师在庭上，他一定有很多种方法，他可以直接表达说我对你这个不满或怎样，但看起来也都没有，反而出来讲的都是政治人物。在批评整个侦办过程的都是政治人物在做侦办。那我再批评，那我就问请问政治人物，你们在质疑跟批判的过程当中，请问你们认识你们或者你有去参与哪一个审判的过程，或者甚至是侦查的过程？其实也都没有大家都是用一个凭空想象的，完了之后用政治的语言来作为政治的攻防嘛。还有一段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在17天以后要投票，像那个要罢免投票中间氛围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都在关注的是关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说川普要再公布7个国家，
不是，这位大哥，有人帮他算过，他中间已经变了27次了。对，他就要再公布，然后讲8月1号以前一定全部都要实施，绝对不再改，绝对怎么样？好了，那现在呢？那我们会不会在今天的这个7个名单里面，然后它的数字多少，有很多人直接就会把它连接到，会不会跟罢免之间的氛围之间，到底消长之间会有关系？第一个啦，先讲我刚刚特别上去看了哈，因为我们录的时间，其实他们不是讲说今天晚上，对啊，就是经常说美东时间是他们早上了，对，不过现在美东时间川普不知道起床了没有啊？对，所以可能还要再晚一点点。那到底这一波有没有台湾，也有各不同的说法哦。但是所以大家还是看，那第二个是8月1号真的会实施，真的不变吗？反正都已经27次了，对啊，也不再28次哦。我们大家对川普这几个月来的状况，谁知道？对，所以这个其实也说不准。我们对川普最有信心的就是他会一直变，对，好。但是第三个，当然真正大家最关心的是，那台湾的关税会落在哪里？哦，我们当然也不是川普，不过台湾的团队，你看到其实光这2个礼拜2度赴美，然后昨天总统又视讯在这边来关切这个关税的谈判。如果你看到日本、韩国落在25%，那我觉得，当然我就说，不容乐观啦。你不用期待台湾会什么是10%、12%这种状况，但是我当然不会是原来这个一开始公布的那个32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因为毕竟在这段时间双方都有磋商，都有谈判，那台湾确实也很努力的在跟美方去做相对应的贸易上面的合作。所以我相信大概区间还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OK， 那就是25到32之间。然后，那最后一个就是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大罢免？对啊，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觉得这2件事情，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说蓝营在大罢免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很清楚，就是把对赖清德的不同意或仇恨值拉高拉满。那这个拉高拉满的过程，如果关税的结果是可以拿来就进行这种仇恨值操作的，那必然会去做操作。问题是，你拿关税的操作，然后要来去进行，还是那句话，你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它不会降低罢团的投票意愿，罢团的那个还是照样继续投。刚才我就说过了，问题是，你这个关税的高，就拿这个东西，所以要出来反罢，这个连结度，这个相对应的那种催票性，我觉得还是有限的。但是对整体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波动。那是政府它的危机处理问题。所以这关键2个，第一个，你政府在这段时间面对关税危机处理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国民党他会把这样子的假设关税的这种数额是相对不如预期的，怎么样去做到那种可以仇恨赖清德的连结？我觉得后面这个是有困难。第一，它不会降低罢团的投票意愿，罢团的那个还是照样继续投。刚才我就说过了，问题是，你这个关税的高，就拿这个东西，所以要出来反罢，这个连结度，这个相对应的那种催票性，我觉得还是有限的。但是对整体的经济，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波动。那是政府它的危机处理问题。所以这关键2个，第一个，你政府在这段时间面对关税危机处理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国民党他会把这样子的假设关税的这种数额是相对不如预期的，怎么样去做到那种可以仇恨赖清德的连结？我觉得后面这个是有困难。明凤你要补什么？没有了，我只是觉得关税问题，如果政府部门因应不好，中间选民这一块就会动到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立法院里面的吵架，大家可能无感。可是对于这个人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经济的东西，或是你政府的回应又像以前那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行政部门是利空啦，不是没有好处的啦。那你说刚才那些凶杀案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也是利空的事情啊。那就是现阶段为什么蓝营的人会觉得反罢的气势比较好的这个内部，就是说客观的这个环境的造成的因素。OK， 来云师，我看到的是媒体上讲是前国民党时期的前部长叶匡时，他去讨论
因为昨天赖清德总统有叮咛所有的那个，包括我们的谈判代表啦，什么有视讯嘛，刚才志胜有讲，他在这里面他说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总统府释出的照片呐，他说的问题是里面没有财经官员呐，他认为说如果要视讯的话，总统旁边应该要财经幕僚在旁边啊，这个是他讲的了。哦，那我是没有注意到，那边有啊，我是没有注意到哈。不过我在总统释出这个照片，我只有一个疑问啊，因为他有下4点指示，我们都谈判谈了2、3个月了，你现在才在那边下指示，来得及吗？他下了指示说是要什么站在台湾立场，讲的也都很空啦，所以感觉出来他好像对这个议题不是太关心啦，所以才会到现在才在下这4点指示，那早干嘛去了啊？那个其实在看，他会不关心吗？这个牵扯到，因为他下了4点，他下4点指示，那4点指示都很空啊。那你照理来讲，你这4点指示早就该下了嘛。具体就是谈判内容，他怎么可能讲呢？早就该下了哈。然后我们最后不是只有看关税数字，而是说到底我们为了取得这个数字，我们让出什么东西？像日本虽然它原本是24变25，可是他们汇率都没有动，他们汇率还升哦，所以对他们出口并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最后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政府能够站在我们的立场，比如说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赖波，我觉得有没有在做哈？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状况，不用喷口水。4100亿里面扣掉1000亿的台电，扣掉1500亿的国土认进，其中有1600亿其实就是要因应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的冲击。那现在国民党继续让它摆在那边，然后继续背锅，这个影响冲击的就是我们的国民，这也是我们预做的准备。第二个，这个总统府刚有讲说，我刚随便一看。龚明鑫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他难道不是财经吗？国发会。黄崇彦是国贸系毕业的，他难道不是相关的这个？所以用这个东西去批评，我是觉得有点啼笑皆非。行政院长都坐镇在那边，然后你说啊，下面为什么没有农业部长？什么？如果农业部长、经济部长坐在那个总统府里面，又会被讲什么？总统怎么可以越级指挥？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打这种口水战，我们就扎扎实实已经编列预算，而且要因应，拜托国民党松手。放了台湾吧，饶了台湾人民，赶快让他过关。来，袁之最后30秒。对，那个，所以我们是希望政府好好站在台湾的立场去谈的，好。那大家预算什么都会支持了，好像4100亿的特别预算里面，其实跟经济有关的，跟这个川普关税有关的才930亿。其实国民党有认为说多一点也都没有关系了哈。但是我讲的应该是说，你在对外谈判的时候，你有没有坚守台湾的利益跟立场，而不是说美国要你干嘛就干嘛。因为我是看到有国安人士透过《自由时报》放了一个消息出来，他说这14个国家这14个国家都是美方认为已经没什么好谈的，已经谈不下去，所以直接寄信。那台湾呢还有的谈，可是我们看到日本、韩国为什么美国认为谈不下去？因为他们都不让啊。所以这个只是可以推论说我们让了。可以谈呢。8月1号之前我讲是国安，对啊，你打脸了国安人员嘛？那我讲的是说，那代表说，对我说国安人士透过《自由时报》放话，他就是这样讲的嘛。对，所以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还可以继续谈？我们可能退了很多东西。我们是不希望这谈判代表是这样。OK， 关税到最后数字到底会多少？那不管说数字多少，中间对台湾的影响会怎么样？那相信政府会有相关的一些的阴影，但是它整体来看，对于国内的政治氛围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吗？那各阵营来讲，在最后这17天还会有什么一些动作？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门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